朋友们，你知道明心见性见到的究竟是什么吗？我们用什么方法才能见到它呢？六祖慧能大师自从出山之后呢，一直弘扬禅宗的顿悟法门。所谓的顿悟法门，其实核心就是无为之法。所谓的无为之法，实际上就是不二之法，也就是没有分别的法。所以六祖慧能每一次开示都是让大家去放下执着，不去追寻各种方法、各种境界，也不去追求各种名相，他都是让大家放下。放下什么？放下对各种法的分别和选择，不要去认为这个方法如何如何，那个方法如何如何。他主张只是在行住坐卧当中去关照，打破修行和生活的边界。所谓的不二之法，也就是一个平等的、没有差别的法门。任何一个法门，你都可以去见到你的本性。所以任何一个法门，你都不需要去执着。慧能大师说，不论禅定解脱，只论见性。他所谓的不论禅定解脱，只论见性呢，并不代表他反对禅定解脱，而是反对执着禅定解脱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任何的法都可以用，但是呢，不要去执着它。包括打坐也好，如果一天到晚都打坐，去执着这种打坐的形式，执着这种进入所谓的定，进入这种无念状态的这个形式，这个是六祖慧能反对的，而不是反对打坐本身。所以六祖慧能倡导像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说的，不着法相，不着非法相，因为合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万法全部是自性当中生出来的。从六祖的这段话中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见性是修行中至关重要的一步。当年五祖弘忍大师对六祖更是直截了当地说，若不见性，学法无益。你如果不去见性的话，那么你不管怎么修行，不管你修什么法，都是徒劳无益的。这个话听起来呢，好像非常偏激。为什么五祖如此强调见性的作用呢？因为如果你没有见性的话，那就是没有找到我们的真心，那肯定就是在这一个具有生命现象的意识心、攀缘心上面下功夫。本应一门深入，但是却在门外瞎忙瞎转，那这一个意识攀缘心，你是修不出东西来的。它是虚妄的，是生灭的心。用这一个生灭的心去追逐生灭的五欲六尘，肯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关于修行呢，楞严经里也明确说过，一切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因为不知道两种根本。第一种根本就是无始生死的根本，那就是我们的意识心、攀缘心。你在这个心上修行，要想成佛，就等于是煮沙欲成饭。抓了一把沙，想把它煮成米饭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们的这个意识心、攀缘心，它不是成佛的正因。那成佛的正因是什么呢？只有第二种，常住真心，真如自性。你只有找到这一个真如自性，你坚信了，那么才是找到的那一把米，就可以煮成米饭了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若不见性，学法无益。因为你在做煮沙成饭的事情，不管你怎么加柴添火，都是不可能煮成米饭的，都是镜花水月，向上攀缘，瞎忙一场。那见性到底是见到了什么呢？我们的这个真如自性是什么样子呢？这一个真如自性呢，不是一个东西，它不属于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的万法。既然不属于六尘，那么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呢，就捕捉不到它，就不能觉知它。我们六根所能够感知到的，一定是对应的六尘。所见之物与能见之能是一一对应的，因能而所。
可是真如自性呢，不在六尘的范围之内，所以说六根无法去感知。正是因为这一点，《金刚经》里面才说：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这个如来就是我们的真如自性，它不属于六尘，所以说你无法通过六根去感知到它。可是它遇到缘的时候呢，这个自性却有无穷无尽的妙用。也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见闻觉知，之所以呈现出这些六尘万法，这些都是自性的妙用。那我们的自性既然不属于六尘，那这个自性和六尘就没有关系吗？难道我们就无从契入吗？其实它们有非常大的关系。正是因为我们的自性和六尘有非常大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才有机会能够契入自性。这种关系呢，属于正知正见。所以要想见性，就必须牢固地树立这种正知正见，那就是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心即是法，法即是心。所有的万法，它都是我们的真心所产生出来的。应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。这里的心不是我们的意识心、攀缘心，而是我们的真心本性。所有的万法都是我们心中所产生的。法外无心，你想在万法之外去找一个单独叫做真心本性的东西，也是找不到的。这个真心和万法是一不二的关系，就好像水中各种各样的倒影，有月亮的倒影，有星星的倒影，有远处山峰的倒影，岸边花草树木的倒影，把所有的倒影比喻为万法。而水呢，就是我们的真心本性，所有的倒影一定是在水中产生的。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所有的水也一定是通过倒影的方式来呈现的。影子之外你是找不到水的。诸法空相，虚空也是影子。正如《楞严经》所说：当知虚空生汝心中，犹如片云点太清里。我们所能感知到的这3000大千世界，就好像这虚空一样，与真心本性这颗心相比呢，就好像一片云相比于整片天空，渺小到不能再渺小。因为这3000大千世界只是水中的无数影子之一，同时你想在影子之外找水也是找不到的。法外无心，那既然如此，心即是法，法即是心，二者呢虽然不是一个，但是呢却又是完全融合的，完全合一的。心不自心，因色而显心，因万法而显心。光明本明，因一念无明而缘起性空。这就是性相一如，体用不二。我们这一个心呢，它自己不会显示自己，而是通过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的万法来显示自己的。有这样的正知见以后呢，如果一个人定慧力具足的话，那么他就可以见性，在声色之中就可以见到这一个真心本性，这个背后真正的主人公，这个本来面目。所谓闻声悟道，见色明心，一些祖师大德引导人呢，也是通过这样的原理，也是通过这种见色闻声的方式来指导徒弟，去悟到色声背后的这一个本来面目，借助真心显化出的色相而契入真心。比如有这样一个故事，说有僧人问赵州禅师如何是佛。赵州禅师说：庭前柏树子。这个僧人说：大师，你不要以境示人，我问的是佛，你却说庭前柏树子这种镜像，这种色相。赵州禅师说：我没有以境示人。于是这个僧人就又问了一遍：如何是佛呢？赵州禅师还是说：庭前柏树子。这个僧人之所以悟不了，就是因为定慧力没有具足，正知正见没有牢固的树立，同时呢，
它并没有脱离外向的趋势，并没有生出对妄想执着而感所生世界的疑惑，没有悟进去。那见性到底见到了什么呢？实际上也只是一个如如而已，并不是见到了一个什么东西、什么法。所谓一个如如，就是万法一如，心境一如。我们能观的心和所观的境也是一如的，空有一如。正如《心经》所言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空不二。在我们凡夫眼中，这是不同的色声香味触法，在每一个类别里面呢，在做细分，这是好的，这是不好的，这是美的，这是丑的，呈现出不同的森罗万象。而见性的人呢，他所见到的就是一个如如，就是一个相，不再是不平等的分开来的，而是无二无别的一种相，是一种了了分明的见闻觉知的状态，识别万物所呈现的相，而又不分别执着这种相，只剩下爱。这种状态下是完全合一的，大脑退居到了真心直觉之后，相只是相，内在心境依然是狂心顿歇之后的大自在与安宁。说到这里呢，要提醒一下大家，其实我们不论说什么，都无法真实的描述这个自性。说一个如如的时候，早就不是那一个真实的自性了，所以叫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所以《金刚经》里说，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，即为谤佛。言语说什么呢？什么就断了，就灭掉了。这个灭掉了，实际上就是被盖住了，就是被我们的这种心念、这种分别给盖住了。那如何才能够见性呢？见性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其实六祖慧能大师呢已经总结得很清楚了。禅宗呢以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住为本。无念无者无何事，念者念何物，无者无二相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不要分别对立，不要有好坏美丑、是非善恶能所分别，没有爱恨取舍的这种尘劳之心，就是无念。那念者念何物？念者念真如。我们的真如自性随缘妙用的时候呢，是有念的。这种随缘妙用的念是不能够扼杀的，这个是有的。比如说饿了就会去吃饭，困了就会上床睡觉，这些就是真如之念。我们不要在这个真如之念上又有了对立的好坏美丑、爱恨取舍的念。可是绝大部分人呢，总是不会老老实实这样去吃饭的，总是马上就二元分别了。这个好吃就贪了，喜欢吃就多吃，这个不好吃就不吃，这就是二元对立了。本来你困了就上床睡觉，可是呢还想多看一会儿视频，多追一会儿剧，让自己沉浸在虚幻的快感满足之中，这又对立了。妄想执着心又动了，或者说躺在床上还在想着白天发生的一些事情，或是担忧恐惧还没有发生的事情，这些都是尘劳之心。而无念呢，就是不要生这些好坏美丑、爱恨取舍的妄想执着的念。无相为体，无相就是于相而离相。我们要面对所有的相，不是说闭着眼睛躲在房间里面，躲在深山里面，天天打坐，不是这样子的，而是你正常的生活工作与各种六尘都在正常接触的时候，于相而离相。你虽然外在与相接触，但是内心呢，与心无事，与事无心，不在心里面挂碍这些相，不贪着它们，不爱恨取舍它们，不执着它们，这就是于相而离相了。所谓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。心无所住，心不要攀缘到这些法上面，不要粘着在这些法上面，不住色生心，
不住生香味，触法生心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因为我们心住到这些相上面，执着这些相，那生出来的就都是妄想执着心，这些就是乌云，它遮蔽了、阻碍了我们本自具足的真心本性。如果你心无所住，没有这些对于万法的执着和贪爱，那么就等于吹散了乌云。这时候，本自具足的真心本性呢，就显现出来了。最后要提醒你的是，所言真心，即非真心，是名真心。不要迷于上面我们所说的文字相，各种假立的名词概念。破相是你找回真心本性的唯一方法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如果你看到了这里，可能呢会似懂非懂，但频率把你吸引到这里，自有因缘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